思，我们知道让你把工作转给青青，还让你去下乡，那确实是委屈你了。可是你爸这样做，他是有原因的呀。你把门打开，我们给你解释一下好吗？什么情况？我不是在被窝里面看娇软美人勇闯湘江，被富豪宠爆的小说吗？这是哪？1968，这不是我看那小说的年代吗？难不成传书了？姜四，你开门呐！你还能到什么时候？你难道打算在房间里待一辈子不出来吗？4次，那说明我穿越到和他同名同姓的炮灰女配身上了。这原身年轻漂亮有背景，谁都看不上，尤其对自己的未婚夫更是嫌弃。这门亲事是原生母亲在世的时候定的，只不过原生嫌弃她沉闷无趣，岛上生活又苦，迟迟都不肯嫁过去。只是没想到呀，这姜家上了清算的名单，他自以为疼爱自己的老爸，早就在2年前把财产偷偷的运去了扬州。一家人准备去湘江跑路，唯独抛下了他。下乡之后，原生顶着资本家大小姐的名号，在乡下苦熬了1年，这身子呀摇垮了，最后受不了，一头撞死在牛棚里。倒是那个女主沈青青，占了一身的茶艺，在湘江混的是风生水起。是，刚才我不该跟你动手，是我的不对。难道你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那渣爹沈修文，姜家的上门女婿。9年前母亲去世之后，他便娶了2婚带2娃的林月如。好在这林月如还算能忍，对原生也挺好的。后面即使为渣爹生下了儿子之后，对原生也是任劳任怨。可谁知道啊？你说什么呢？养别人女儿养疯了是吧？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她没工作安排下乡，让她下去呗。她亲爹都不管，她你个继父管什么呀？他们吃咱家的，喝咱家的，还惦记我的工作，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还有你，我哎，之前看书的时候没感觉到，现在穿过来才觉得他也挺委屈的。虽然说文里面没有交代那2个孩子跟他什么关系，但从渣爹的种种行为上来看，8成也是他的种。姜四，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哎呀，修文，拿姜家的钱养小三在先，现在要想转走姜家的家产，还敢算计我，怕是活腻了。他还小，你有话好好说，他能听明白的。他都21了，还小吗？闹嘛，肯定是得闹的，但不能是现在。虽然说原主顶着资本家大小姐的称号，但自从姜母过世之后，姜家的产业基本上都到了沈修文的手里。虽然说我也是他的亲生女儿，但是原主过于的嚣张跋扈，连亲爹都招揽，这一身的银票呀，加起来也不过110块钱，户口本还在他那。现在要跟他硬刚的话，吃亏的只能是我。哎呀，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你答应过他的，说会保护好我。你现在因为一个外人
平白无故的打了我一巴掌，我难道不委屈吗？难道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思思，我没事的，爸爸，都怪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好。林姨也说了，她说你是有苦衷的。咱们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都怪知青班，要不是他们最近盯得紧，我也不会这么做。算了，等以后情况明朗了，再派人回来接他。好歹也是自己的骨肉。先下楼吃饭吧，你一天没吃饭，先吃饭再说。好。爸爸，坐。奇怪，这死丫头怎么突然转性子了？不应该暴脾气，叫得家里人仰马翻的吗？知青班已经下发通知，我们6、7届毕业生要是1周内没有单位接收，就要被强制下乡。江4的这个工作名额一定要拿到。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红烧肉，你尝尝。刚才不怼扎丁，那是不想撕破脸，毕竟待会儿还要谈条件。你算什么东西？打住！我可不敢吃你的红烧肉。昨天喝了某人的茶，这次工作就被别人给惦记上。我现在吃了你的红烧肉，怕是我自己的骨头渣都不剩。这才对嘛！姐姐，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难怪小说叫娇软美人，这表现确实让人迷信。行了，说正事吧。思思，你妈走得早，你是我们江家的独苗，要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会舍得让你下乡呢？我收到消息，上面已经有计划了，最迟下个月会再清算一批人，这其中就有我们江家。是啊，思思，我虽然不是你亲妈，但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林姨是真不舍得让你去乡下，但是你爸说的对，这下乡总比下放好吧？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呀？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等你下乡安顿好了，我就和你林姨离婚。你林姨这些年为了照顾你，没有功劳有苦劳，我不能拖累她。至于我，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到那个时候，我就托人下放到你那里去。啊，思思，时间不等人，你要尽快下决定啊。我都听你们的。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可以下乡，但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耍你那大小姐脾气？但是我这下乡插队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我记得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一块杨之玉，我想把它给带走，就当是个念想。当初转移自战时，想起这块杨之玉是他母亲指明要留下的，还好当时留下来了，否则这丫头说不定又要发疯。好，我这就去给你拿。
爸，姐姐下乡是去避难的，带着这个东西，万一被人看见了，是不是不太好啊？这是我们江家的东西，有得着你做主吗？爸，不就是一块羊脂玉吗？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宝贝，可心里为什么空落落的，就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难道真的是我想东西想习惯了？这可是沈青青的金手指，不过为了凸显女主的个人能力，对金手指的描述相当含糊，只知道里面是一个空间。不过这不重要，既然是江家的东西，那这个金手指我抢定了。爸，我这次下乡，你准备给我多少钱呀？哎，放心，我知道你吃不了苦。我跟你林毅商量过，给你准备了2000块钱，还有200斤全国粮票。哦，下乡还有补贴，你一并带着，这里面就是你2000块钱。我还打听过，下乡去黑省最好，那里活少，每年还有几个月猫冬。2000块钱，就给我这么点钱，这让我喝西北风啊！2000块钱，这还少啊？少！我老说我四肢不全五谷不分的，我连饭都不会做，你还指望着我过去下地干活呢？而且呀，那东北是好，但是冷呀。我过去之后，那棉衣、棉裤、棉鞋、棉袜的，我不都得置办了吗？我织小洋装、小皮鞋的，去了能穿吗？不都得买吗？而且呀，那过去之后，那些知青们，他们住大通铺，我住不了那个。我想盖个单独的小楼，那置办家具、锅碗瓢盆的，不都得花钱吗？还得买辆自行车，这样以后出去买东西比较方便一点。家电嘛，也得买点，猫冬4、5个月呢，没有定时机多无聊。而且那买一个还得用票呢，一张票得几十块，这还没有算呢手表、缝纫机。打住！你这么花，别说2000块钱了，就是1万块钱也不够你花呀。思思，你别忘了，你不还有几块手表吗？我那手表啊，都是外国牌子，你嫌我活得不够长呢。还有我跟我爸说话呢，你插什么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妈把你当眼珠子长，你就这么糟践她？爸，你倒说句话呀，可不能这么惯着她。谁家下乡花这么多钱？就是，这么大的人了，凭什么花这么多钱？我不同意。你居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行，那我就再说一遍，你们从小到大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江家的东西？就连你们现在站的地方，也是我江家的老宅。你们算什么东西啊？也敢说自己不同意？我讨厌你，你这个坏女人！闭嘴！再哭就扔到黄浦江喂鱼去。小恩还小，他不懂事儿，你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呢？不懂事才不该教吗？我一口一个坏女人，也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刚才那2巴掌只是利息，等我腾出手，定要回你们一份大礼。爸，咱们家拿了10年的利息，给我2000块，你觉得合适吗？虽说家里值钱的都运走了，以我对渣爹的了解，他手头至少还剩下2、3万块钱周转，现在却想用2000块打发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现在情况特殊。对，现在情况特殊，不如把咱们家账上的所有钱都放在我的名下，这样最安全了。反正我马上就要下乡了，总不能便宜了那些烂心烂肺的王八犊子吧？你，爸，你觉得怎么样？家里的东西我都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咱们家账上到底有多少钱？你要不说的话，明天我就自己问。这里还有1万。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写个断亲书，这样保险一点。我也是真心疼爱过你的，只是你行为乖张，为人处事太过任性，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将我的尊严踩在脚底。既然要断亲，那就断了吧。来呀，签了。哦吼，还有意外之喜。行了，这样你放心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江家的财产你们怎么吞的，到时候都得给我乖乖的吐出来。爸，那工作……对，思思，你明天带青青去你的单位，马上交工作的手续吧。行啊，拿钱吧，拿钱吧。什么钱？你怎么忘性那么大？当然是买工作的钱了。现在外面一个工作千金难求的，我这可是办公室的工作，卖1000块钱，不过分吧？明明说好的是给他2000，结果几句话的功夫就被哄走了1万块。死丫头要这么多钱，不怕撑死？修文，林姨，你看我爸也没用，这工作要是我不同意，谁也抢不走。我没想抢，不给钱就想白嫖，不是抢是什么？那刚刚家里的钱不是都给你了吗？你拿我江家的钱买我的工作，还不是抢？臭不要脸！金手指和断亲书都到手，还跟你们装个屁？还别说，原生爱怼人的习惯还真不错。思思，做人不能不懂感恩。你林毅这些年人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你别把他想太清高了。这些年呀，你到底吞了多少气，自己心里可清楚的吧？你们要是真惹急了我，那明天我就去找三叔公，让他来主持个公堂。喏。这就是空间啊，还真是够空的。我一个花都养不活的人，给我那么大片黑土地，白瞎了。哎，这个好，专为我这种懒人设计，省事儿。使用灵泉灌溉可改善口感，并缩短作物生长周期。灵泉。清甜又可口，不错不错。大件物品也能收纳。啊，妈，你轻点揉，疼啊！你忍着点儿，不使劲揉，明天你这半张脸肯定得肿。忍，以前的老婆死在你让我忍，现在他们都已经死透了，我凭什么忍他？你轻点儿，爸还没睡呢。那丫头甩我一巴掌，我还不能说她了？都忍了那么久了，再忍几天，
等他明天工作转了，他想不下乡也得下乡。可他现在手里有1万块，怎么可能过得差？放心吧，妈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这一巴掌，是你们最后受的委屈，以后这江家的东西，都是你们姐弟。思思，你最爱吃的黄鱼大馄饨，来。爸，这转工作呀，得用户口本。我上午有空，我陪你们去吧。我跟你爸呀，下午还要回趟苏北老家，3、4天才能回来。这钱是今天取，还是等我们回来再取呀？虽然猜不到你们卖的什么药，但目的8成是我这1万块，想让我过得凄惨一些。看我将计就计，借着这个机会把你们全都收拾。爸，我还是今天给取了吧，我得提前准备下乡用的东西呢，还有咱们家里的工业券和票券，那2瓶好酒，1条好烟，我也得拿着。下午没有票券，可买不了东西，县领导总得表示表示吧。行，去拿吧，去拿吧。哎呀，好了。啊！你们2个先在这等着，我去劳资科看看情况，办好了再叫你们进去。哎，为什么不一起去啊？大姐，我进去这是办事，你们2个跟着进去，生怕别人不知道咱们走后门是吧？蠢的关系。你。这限量版茅台吧，得拿去孝敬我三叔公。至于好烟，回头办事再给2包，保证比什么都好使。周科长，这是我们劳资科的周科长。周科长，你好。一会儿我还有会，长话短说。高中毕业证、1寸照片、体检表和户口本带了吗？带了。回去把这个填好，交给我。周科长，他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大概3、4天吧，礼拜5直接过来报到。要这么久吗？我们厂一般不允许职工转换工作，也就是小江同志觉悟高，愿意下乡，这已经特事特办，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在1周以上。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没了，麻烦您了啊。先走了。可真不少钱。外面小偷多，你出门可别带那么多钱。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呢？好了，一人都少说几句。谁蠢还说不定呢，等你下了乡，有你哭的。思思啊，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出门记得一定要锁好门。对了，你三叔公身体不好，医生说要静养，不能受刺激。家里的事，我想过段时间再跟他说，免得他身体受不了。走吧。走。不就是怕我找三叔公告状吗？装的还挺体贴，脸皮真厚。不过明天早上，我倒是要找三叔公去好好说道说道。但在此之前，我得把上午的烂摊子给好好处理一下。喂，小强啊，王书记那边还在开会，下午我就把档案送过去。哎，周科长，不用送了。什么？不用送了？不好意思啊，真是麻烦您了。我电话里面1句2句也跟你说不清，要不然您把您家的具体地址给我，我详细给您解释。行吧，那你下午来我家再说。你说这还真是奇怪哈，这个小江同志前脚带着家人来找我说工作，后脚又说不用了。这有什么奇怪的？8成是家里逼着他转工作，他自己又舍不得呗。现在闹下乡闹得那么厉害，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什么意思？肯定是不想便宜他后妈呗，想偷偷把工作卖了。你想啊，他要是想继续上班，电话里说清楚不就好了？干嘛非要来咱们家？刚好老幺现在工作还没定，要是小姑娘有这个想法，这个名额说什么也要争取到。哎，你没事翻什么存折啊？说了你也不懂。哎，今天呀，可真是个黄道吉日，适合搬家，不，适合搬空全家。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记得果然没错，渣爹有个地下室。按照渣爹的性格呢，这鸡蛋呀，绝不可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果然，这地下室里面东西还不少。大黄鱼儿，大黄鱼儿。按照这个年代的说法，大黄鱼啊，就是就称10两的金条，换算成克的话，是312克。这里的金条少说得有700个，发财了，发财了！这江家可真是家大业大，在这个年代，这不得是大几十万？看来渣爹去湘江的这条路上面，还真是没少做准备。也不知道等他回来之后，看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消失，会不会激动的发疯？不过恐怕我可没机会看到了，因为我没兴趣跟他闹下去。我要速战速决。发誓，发誓，发誓！这么点东西，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这林月如掌管家掌管了快10年，怎么可能就那一点油水？这个是原神生母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渣爹当时还说要好好保管，就这么保管他的。这林月如也真是厉害，有那么多私房钱。沈青青是个团宠人设，肯定比林月如的油水更多。这锤子还挺好用的，等用完了之后，也给它收空间里去。
3月22日，沈青青生日那天，沈修文给了她5000块，我生日他却只送了一台几百块的相机。怪不得之前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原来都在你们母女这。看我这次把他们一起给收走。真累啊，不过也都是值得。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我给搬空了。此次搜刮行动圆满结束。鱼儿要上钩了。这家属院的房子也太多了，我去问问保安大人。是小江同志吗？我是姓江，您是？我是周科长的爱人，叫我张嫂子就行。咱们厂家属院设计不太合理，谁来都得犯迷糊。老张特意让我出来接你。张嫂子你好，我是江四。你好，那咱们边走边说。小江，你先喝点水。老周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去炒2个菜，咱们边吃边聊。哎，嫂子不用了，我今天来找周科长呢，其实是为了工作的事。你的事儿，老周中午跟我说了，他说你原本打算把工作转给妹妹，现在不转了。那你是打算继续回去上班，还是？嫂子，不瞒你说，她不是我亲妹，我也根本没有打算把工作转给她。反正这工作我是保不住了，与其浪费掉，倒不如换点钱来呢。小江，你真的想卖？要不卖给我们吧，我家老幺还没工作，钱肯定不会亏待你。1月工资28元，3年工资就是1008，加福利100。正式工和学杂工差价再加300元，一共1408元，你看行吗？行，都听嫂子的。你还要票据不？你看这些够不够？不用了，嫂子，我那自己还有一些呢。空间里有1件炸油，重量这些也用不着。小江来了。周科长。小江啊，这个工作转让手续一旦提交以后可是不能反悔的，下乡可不是开玩笑的，你确定吗？周科长，其实上午说的话我都是迫不得已，我根本没打算下乡。我想等家里的事情处理完，我就离开护士，这事儿我都想清楚了。那好，你可千万不能亏待小江啊。看你说的，我是这种人吗？哦，对了，我们签个协议吧。行，嫂子，周科长，那我就先回去了。小江，吃完饭再走吧，锅里炖着红烧肉可香了。不用了，嫂子，家里还有事儿等着我去处理呢，我先回去了。那好。这把稳了。三叔公，四小姐，你来的正好，老爷子最近不好好喝药，还不允许我告诉你。你胡说，我哪里不好好吃药了？来，死丫头，来坐坐。哎呀，实在是太苦，我吃不下呀。都多大年纪了，还怕苦呢？医生可都说了，你再这么咳下去，这肺炎呀，迟早会更严重的。你可答应过我爷爷，要好好照顾我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好吧。
思思小姐，我先去忙了。我知道你怕苦，特意给你做了甜汤，你尝尝。我尝尝。用灵水熬的汤，果然有效果，还真甜。哎，今天是周二啊，你怎么过来了？三叔公，我把工作给卖了。什么？你把工作给卖了？是不是他们又跟你弃手了？沈青青啊，被安排下乡，林月如不舍得她受罪，想让我去顶替她。她还跟我说啊，咱们江家被列入了清算的名单。不过我留在城里面，也是迟早要被下放的。但是我觉得江家上清算名单的事情，可能是真的。四丫头，你确定吗？家里的古董和字画全都没了，家里的钱也都被换成了金条，还有很多的湘江币和美钞。他们骗我下乡，就是想保沈青青，顺便把我给撇开，好方便跑路嘛。哼，真是吃里扒外的畜生，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是他的亲生女儿啊，他也不想想，他这么跑了，上面调查下来，那你的日子就难熬了呀！他这不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吗？这些年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老子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今天竟敢蹬鼻子上脸了！不行，我今天非把他毙了不可！三叔公，咱没必要跟这种烂人搭上自己，不值得。这种人啊，让他死了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都坐在牢里面。还有那几个坏蛋，我要让他们永远都翻不了身。四丫头，你可想好了呀？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从他背叛我妈的那刻起，我和他的父女关系就已经到此为止。等我办完这些事情，我会离开护士。也好，护士现在是越来越乱了，你到外地啊避避风头也好。哎呀，只是你这姑娘家的，能行吗？放心吧，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拿到那些财宝之后，如果我直接去湘江的话，恐怕会被本地的帮派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所以呀，我打算从阳城南下到琼州的，找霍家哥哥李贤合约。你不是一直不愿意提这门亲事吗？怎么突然……哎呀，那是之前啊，我被坏人蒙了心智。自从沈修文一家对我下了黑手之后，我才明白谁是真心的对我好。而且呀，当年我妈把他捡回来，自我出生之后，他就成了我的小跟班。我购物呀，他拎包；我动手，他就给我挡道。嫁给一个小跟班，肯定不会受欺负的。我不敢说别的，老头子我这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霍家那小子人不错。是啊，哪怕原生态度冷漠，他得知原生被分配到黑手，也是第一时间学来。只可惜原生对他实在是喜欢不上了，不仅当众退婚，还将联姻信物当众甩去。他呀，就是看上去凶了点儿，话呢少了点儿，不过问题不大。你去了好好跟他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记住有一点，咱不能受委屈啊，咱有底气，咱不怕。他对原生的感情，委屈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得知女主死讯，再次杀到黑手，将所有欺负过原生的人全部清算，并将原生尸骨带回江家祖坟，为其守灵终生，未再娶他人。放心吧，三叔公，我呀，绝对不会再犯迷糊。你爷爷走之前，让我替你保管的。他说等你心智成熟之后再交给你。这地契里啊，就有那个沈修文一直惦记的江家老宅，还有几栋洋房和一块郊区地皮。地皮下面埋着你爷爷给你准备的嫁妆，上面有坟包的那个就是。等以后安置好了，记得过去取啊。您放心吧，我都知道了。好，收好啊。
那三叔公，我先过去了。行，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一下啊。好的。给三叔公家里的锦鲤灌点灵泉水吧。慢走啊！你好，你好。洋枪、锄头、镐头、镰刀、簸箕、水桶、杀猪刀，各给我来一样。同志，你真的要买这么多吗？对呀。好的，稍等一下。这个速度一点都不比大型的挖掘机差。小坑种果树，大坑养海鲜，这下子可以实现海鲜自由了。接下来呢，应该去买点果树树苗和各种种子了。差点忘了，这灵泉水可以缩短植物的生长周期。你好。你好。啊，同志，你要买这么多东西啊？给同学带的。好，稍等。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都听我指挥，别跟瞎子没见过天似的。不该碰的东西都别碰。哎呀，放心吧，哥，我们心里有数。你说林宝柱是不是傻？这江家家大业大的，我们随随便便摸一件东西出去，也能花个1年半载，不偷才真傻。就是，再说了，我们都已经进来了，偷一件和偷2件有区别吗？可不是嘛。啊，怎么了，哥？我总觉得这屋子里边不对劲儿，电视机、电风扇都不见了。别管这些，找东西要紧啊！对啊，哥，那丫头房间在哪？跟我来吧。走走走走走走走。怎么都是空的呀？哥，你让我们过来到底找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他把外面的牛纸包装袋给拆了？不可能，这么大笔钱，他怎么拆啊？你们快过来看，外面几个屋子都空了。啊！走走走。他奶奶的！我们没日没夜盯了2天，居然被人截胡了！妈的，要让老子知道是谁干的，非捅死他不可！好了，小声点。哥，现在该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完了，那么一大笔钱，姑姑说了，只要钱到手就给我2000，可现在钱没了，家里的东西也没了，这下可怎么交代？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要不挑些能用的拿走？不行，屋里的东西你们谁也不能动，要是动了，这次真的是跳进黄浦江都洗不清啊！哥，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们陪你守了2天，干的可是吃香籽儿的活，总不能让我们白忙活一场吧？啊，就是，东西我们可以不拿，但辛苦费你得结了，1人100。要什么钱？要不是你们几个盯梢不理，东西能被人偷走吗？我没找你们几个算账就不错了。你他妈的！老子最讨厌赖账的。高个，你看着他。瘦猴，麻袋拿过来，咱们挨个房间扫荡。老实点。走，走。江同志别急，事情我们已经了解了，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哦，今天早上我到夜乡时，我看见有4、5个陌生小伙子在巷口晃悠。哦，对对，我昨天接孙子的时候也碰到了，他们里面有一个少一只耳朵，还瞪了我孙子一眼，我记得很清楚。记好啊。警察同志，啊，我怀疑是熟人作案。江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若是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等的就是这句话。公安同志，其实我还真有件棘手的事情，家里的户口本、购粮本、煤本、粮票、邮票都被偷走了。明天就要发放定量的粮票了，没有了购粮本，家里下个月就没有粮了。而且我妹妹还要下乡，知青办还等着户口本登记呢。这样，明天你拿着我的情况说明，先去户籍科补户口本，然后再去粮管所和煤管所办理其他的。谢谢公安同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回去了。那思思，我们也走了。张干事，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户口本单独分出来？好，没问题。谢谢。同志，叫什么名字？哪一届的？6、7届的，我叫沈青青。想好去哪儿了吗？如果没想好，我建议去黑省，那边能挣不少钱。黑省太冷了，我身体吃不消。南方行不行？可以啊，苏省、赣省、徽省、云省，你选一个吧。同志，我要去云省。小同志，云省那边条件可艰苦得很呐。西双市下面有个橡胶农场，去一趟县城开拖拉机都得5、6个小时。不用，我都已经决定好了。领导说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这是我们年轻人发光发热的好地方。还是你觉悟高，我这就给你安排。同志，我弟弟呢也想和我一起下乡，他是6、8届的，现在报名行不行？可以啊，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沈清月。下乡补贴，2个人一共140块钱，你收好。谢谢。这空间里的一键烹饪也太好用了，不用洗碗，菜又炒得那么香。家里的粮票和邮票已经用完了，沈青青母女的存款也已经提走了，户口本的分户手续也已经办妥了，去琼州岛的介绍信也已经开好了。
火车票买的是下周四上午8点37分的硬卧，到阳城之后再换船到琼州。这个年代出趟门也太麻烦，怪不得云深不愿意去。不过这个三叔公也实在是太有才了，竟然把大荒原埋在了棺材里面，以下葬的方式埋在了荒郊野岭，这谁能想得到？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家里的洋房已经租给了三叔公，过2天就能搬过来。今天还特意登了和渣爹断绝亲子关系的报纸，搞定。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都给吃掉！养了这么多，那以后再养一点的话，恐怕得用1件喂养，不然还真忙不过来。三叔公，死丫头，去琼州岛的事儿跟那个货小子说了吗？我说我昨天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儿？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忘的。这一来呢，我昨天忙的事情太多，就给忘记了；这二来呢，之前都是他主动联系我的，他的电话号码我真不知道。电话号码没有？那这些年他总给你寄过东西，写过信吧？我知道了。这孩子。看，我说什么来着？生辰快乐！喂，能不能好好练练你的字？字儿写的那么差，丢的可是我江大小姐的脸。好好好。难道他后来偷偷练了？要不给那个货小子发个电报通知一下吧？正好呀，我也陪你去医院复查一下。想得真周到啊！你好，头说，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总共5个人。昨天的饭店服务员提供了重大线索。具体呢？嫌疑人之一身穿深灰色的工装，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只有钢铁厂和机械厂有这种颜色的工作服。我们继续查下去，发现嫌疑人是钢铁厂的，名叫林宝柱，他的姑姑嫁给了江家的沈修文。有动机，有条件，可以行动了。是。头，发现嫌疑人了，立刻抓捕。去喝点儿，走，别跑，抓住他！老实点，放开！都给我老实点，带走。你也走。他这是犯啥大事了？怎么还给铐上了？指不定做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要不然这么多人干嘛？什么？哎，宝珠妈，你家宝珠被公安抓走了，赶紧去看看吧。宝珠被公安抓走了。是啊。哎呀，宝珠妈，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宝珠啊，宝珠！给我老实交代！我们交代，我们交代，是林宝柱叫我们干的。他说给我们100块钱，叫我们去江家拿点东西。对，我们进去发现屋子早就被人翻过了，林宝珠赖账不给钱，我们就拿了一些衣服鞋子来抵数。说，你怎么知道江家当天会取钱？又怎么知道这钱放在牛皮纸袋里？我也是听人随便说的。别耍花招，
老实交代，想吃枪子儿吗？我说，是我姑姑林月如，她告诉我的，她让我盯着姜思，把钱偷出来。哎呀，保主啊！哎呀，妈，你们怎么来了？月如啊，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救保主啊！他要是出事了，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难不成保住那个蠢货把事情给办砸了？妈，你先别着急，那保住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保住被公安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你快想想办法吧。哭哭啼啼像什么呀？有什么事进屋再说。射门锁怎么被换了？妹夫，你救救保住吧，他就是被街溜子撺掇去偷东西的，嫂子求你了。舅妈，你别太着急，也许没那么严重的。怎么不严重啊？公安都说了，他把人家家都搬空了，金额巨大，少说也得10年以上劳改。果然这一家找过来，准没好事。他是把家都给搬空了，他是怎么敢的？大嫂，不是我不想帮，可他上来就把人家家都搬空了，这跟谋财害命有什么区别呀？小文，你帮帮我们吧，要是亲娘舅家出了事，以后亲戚家人，清月和清安两兄弟娶媳妇都得受到影响，你说是不是啊？现在抓定刑抓得严，我真帮不了你。再有2个月我就要去湘江了，姜子下周也要去黑省下乡，想拿这个来要挟我，简直是笑话。哟，那么热闹呢？三叔公，你们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看你就烦，滚一边去！要不是看在4丫头的面子上，现在就想砍死你这个狗日的！四子，家里的锁怎么换了？啊，你走的第2天呀，咱家就给人偷了。啊！公安说应该是熟人搬的。这，快呀！我去呀！完了！是不是你干的？爸，你冷静一点。闭嘴，没你的事儿。那可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攒不到的钱，没了，现在统统没了。修文，我不知道保住偷的是这些东西呀。江同志，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林月如涉嫌教唆犯罪，请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警察同志，你是说我们家保住偷东西是他撺掇的？是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林月如，你个丧良心的，原来是你害了我们家保住！嫂子，你听我解释啊！解释什么？你还想骗谁？当年你说你娘家害了你，那些事都是你自导自演，是你一心想要攀高枝，连那些配种的药也是他自己买的。月如，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怀疑你。修文，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我相信你啊。这女人是有点小心思和小聪明在身上，跟她联合外人把家给搬，那不可能，她没那个胆子，没必要这么做。公安同志，这件事情可能是个误会，我妻子胆小心善，绝对不会教唆她侄子做这种事情。对呀，公安同志，我们家保住心眼不坏，肯定是受了别人的唆使。沈同志，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你们不追究了？都是一家人，闹大了以后还怎么处？保住年轻气盛，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有责任。只要他肯把东西还回来，我们愿意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真是好大的脸！真是好大的脸啊！偷的是我们江家的东西，报公安的是我，还你愿意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关你屁事！你非要把大家弄得难堪，你才满意吗？做人留一线，你懂不懂？不懂，我也不太想懂。我只知道呀，做人留一线，他日只会更强。你，公安同志，这件事情我绝不姑息，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绝不能姑息养奸。带走。秀文，妈，秀文，忍辱啊！江四，你这个白眼狼，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妈照顾你那么多年。那你的意思是，偷东西的不是你大表哥，是我自个儿偷了自个儿东西呗？就是你，是你故意才遭陷害。同志，我实名举报沈青青，包庇犯人知情不报。我没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你大表哥没偷那么多东西？那天可是你们母女2个人一起走的。我没有。沈青青同志，请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带走。青青，这里不欢迎你们，滚吧！秀文，你们这是什么人呐？我好歹是你的丈母娘，凭什么赶我走？生出李月如那么不要脸的女儿，你还有脸在这儿嚎？再不滚的话，信不信我明天就拿着喇叭去你家属院里，把你干的那点破事全给你抖出来。走，快走！哎，我这栋房子我已经租给三叔公了，你们是自己滚出去，还是等会儿让钟叔把你们扫地出门？别闹了，你嫌现在家里还不够乱吗？闹！我现在说话已经够客气的了，你现在再不滚出去，就别怪我等会儿不客气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可是你爸！早就已经断亲了，就别乱攀关系了。我可没有这种不守妇德的爸。这是我们家，你凭什么赶我们走？爸，要不是看在四丫头的面子上，你以为你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吗？凭什么？你说他凭什么？哼！滚！爸，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先去找个招待所住下。哎呀，哎呀，真沉呐！四小姐，你猜对了，那帮家伙果真还有落脚点。这些黄金都是在他地窖里找到的。他之前带走的钱已经够用，晚上还回来拿这些，难不成他想拿去捞人？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绝不可能让他得逞啊。没关系，三叔公，不用咱们动手，我有办法。钟叔，辛苦你明天拿着这个帮我去跑一趟。好嘞，小姐，包在我身上。你这个骗子，你不得好死！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撞死在咱家！哎，青青啊，你别激动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是啊，青青。婶子，你们
呀，江四，他收了我1000块钱，却把工作转给别人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啊，给钱不给工作，确实说不过去啊。哎，对呀，咋能干这样的事儿呢？青青呀，你放心，今天嫂子们呀，给你评评理啊。各位街坊邻居啊，本来呢这家丑不可外扬，但有人非逼着我说，那我倒是也没办法了。这前2天呢，我们家呀被人偷了，主谋呢叫林月如啊，就是沈青青她的亲妈。不是，她亲妈呢勾结她侄子，把我们家呀全都给搬空了。而且当年他妈勾引我爸，当时我妈怀孕半年，所以这沈青青和他弟呀就是亲生子。他拿我乡下的钱买我的工作，算什么东西？这份工作呀，我就算是不给他，我也问心无愧。不要胡说！这一巴掌呢，是我替我妈打，你活该受着。你敢打我！悠悠，你看这，这一巴掌呢，是我替我自己打。这些年你偷了我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有数。哎，走，散了，跟咱们无关。快，嫂子们你，江四，你是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姐，江四是不是打你了？爸呢？爸去哪儿了？他一定有办法让我留下的。实在不行，我们明天南下去湘江呢。姐，爸被抓走了，黄委会发现他包里的黄金，说他是走私犯。他们还抢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呢？姐，爸说了，让我们先去柳叔叔家，那里还有些东西。3天之后，如果他没回来，就联系柳叔叔。好，我们现在就走。干什么？有人举报这里进贼了。我们不是贼，我们是来找东西的。跟我们回所里说清楚，带走。放开我！我们真的不是偷东西的。放开我！好好找，一定还有私藏的黄金，给我搜！走。四丫头，这下你放心了吧？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他们肯定是找不到的。这些东西足够三叔公吃的了。什么味儿这么香啊？阿忠，你闻到了吧？闻到了，好像是酒香。对。吃饭了。四丫头，这么好的菜，要是有点酒才对味儿啊。噔噔噔噔。哦，哎，你还会变戏法呢？我早就知道你们想喝，所以提前我就准备好了。想得真周到。哎呀，来，尝尝。就是这个味儿啊！怎么样？没想到沈修文这个王八犊子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挺香的。这么好的酒，你牛角牡丹，再分我点儿。来点儿。你再分我点儿，我慢慢品。不行。哎呀，老爷子，再分我点儿。再分我点儿。三叔公啊，这个是我在地窖里面找到的，你可给他收好了，
够你们吃好久的了。啊，还挺详细的。行，我有数了。四丫头啊，我这里有一个当年帮会的信物。这个帮会虽然是解散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徒子徒孙。你带着它，路上能够保你平安。谢谢三叔公。孙小姐，一个人出远门啊，记住这几招：插眼、踢灯、看脖子，保命第一。好，我都知道了。等我这次去了琼州岛，我就把你们都给接过去。那个地方冬暖夏凉的，可适合养老了。哎，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一提琼州岛你就皱眉头。哎呀，我当时不是不知道吗？咱们这次去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赶海、挖海蛎子、捉小螃蟹。好，到时候咱们带上水桶还有耙子，哈啤酒吃嘎了。那不得挖满一麻袋呀！啊，对呀。江同志，林月如的案子定了，判了15年，下放到边疆农场。只是你们家的财产损失暂时还没有办法追回，我们会继续努力调查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们了。江同志，沈青青和沈清月已经送去云省西双市了。至于沈兴安，人家不愿意接收，暂时送到护士福利院去了。知道了，辛苦你们了。好的。四丫头，沈修文那边要不要再放点消息？不用了，他现在被红委会扣着的事情都已经放出去了。我倒是想看看那些人知道江家的财产全都在他手里面，舍不舍得把他放出来。果然，这回啊，他可有的受了。像他这种人，活着受罪才适合他。哎，你东西收拾完了吗？这以前的人的饭量也太多了吧？就这么一小点儿，抵我后世一整头的饭量。怪不得现在的理发店最出名的项目就是打薄。四丫头啊，你爱吃的水果、蝴蝶酥，还有生煎肉包，都装到箱子里了。饿了在路上吃啊。哦，还有午餐肉罐头，水壶也装满了。够了，三叔公。我带那么多太沉了，我拿不动了都。而且霍廷洲啊，他是飞行团团长，吃喝上面亏不了我。好，但是缺了东西一定要打电话回来。路上注意安全。有事儿啊，给家里报信儿啊。我知道了。霍廷洲要敢给你脸色看，我们立马过去接你。三叔公，钟叔，我走了。你们以后要多注意身体，多多保重。好，傻丫头，别哭了，我们也该回了，赶紧走吧。我走了。老霍，有个事儿找你帮个忙。什么事儿这么急啊？我媳妇儿不是过生日吗？想要件红色薄呢子大衣，我在省城没找到。弟妹不是在护士吗？能不能请她帮忙看看？好久没听到她的声音了，正好借此机会给她打个电话问问。没问题，我去护士给你瞧瞧，实在不行，我托人去金市的百货大楼给你看看。行，那谢了。忙完这2天请你吃饭。小意思。哦，对了，你跟弟妹的婚事今年能不能办？兄弟们可都等着和你喜酒呢。这都好几年了，不能再这么拖了吧？再等等吧，
别动不动就说再等等，姑娘家的青春有几年，哪能经得起你这么耽误？得抓紧点。知道了。报告，什么事？团长，这通加急电话是半个月前收到的，从护士发来的，还有您出任务的时候，京市来过2通电话，这是他们的留言。出啥事儿了？电报上写啥了？瞧瞧你办的什么事儿？结婚这种事儿不应该是大老爷们主动开口吗？你皱什么眉头啊？咋了？不高兴啊？不是不高兴，是担心他不会无缘无故发这个。江家可能出什么事儿了，我有事先走了。哎，等等，让和平跟你一起去。部队有规定，飞行员在非任务期间，如无必要，禁止驾驶汽车，尤其是长途驾驶。行。对了，你那奖券借我用用吧，回头还你。不着急还，以前你一个人怎么住都行，现在结婚了呀，东西置办齐全，军区服饰东西不全，你去省城的时候顺便多买一点。家属院申请也早点提，正好我旁边有个空院，搬来咱俩有个伴。谢谢兄弟，走了。喂，三叔公，是我，廷州。哦，廷州啊，呵呵，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啊。四丫头呢，她以前是任性了点儿，但是都是我们宠的，本性不坏。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还得多担待一些啊，不能给她甩脸子，更不能让她受委屈。三叔公，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包括我自己。你要是做不到啊，我就直接去琼州岛把她接回来，听明白了吗？三叔公，我这条命是江家给的，从她出生第1个月起，我就一直跟着她，这一跟就是11年，保护她照顾她都已经成为我的本能了。自打我叫她第一声大小姐起，她在我这里就永远是大小姐。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了，我再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定心丸？我问过四丫头了，她去你那儿是迫于形势无奈，还是因为姻缘，这两者都有。但更重要的是了解你的心意呀，也相信你能保护好她。所以呢，所以什么？一向冷傲的你，也有如此性急的时候啊！好了，我就不逗你了。她去你那儿啊，就是抱着和你好好过日子的想法的，但不是妥协，更不是意气用事。好了，就先聊到这儿吧。算一算时间，他应该是今天的船票，明天晚上才到。你准备一下吧。你好，同志，我要1张去琼州岛的船票。最近1班的1等舱还有吗？1等舱1周内都没有票了，2等舱今天下午3点有1张，买不买？4人间也行，起码比硬卧还少了2个人。那就2等舱吧。咋还退钱呢？军属有优惠，19块4，这是船票和找你的零钱。我们还没领结婚证呢，光凭一个介绍信就能享受军属优惠，这福利也太好了吧！难怪这个年代的人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谢谢同志。怎么这么像江家的那个？娃娃，你干嘛呢？跟你说话也没反应。没什么，我刚才好像认错了人。你说什么？我说明天我哥来接我，你要不到省城玩2天？距离报到不是还有1周吗？不啦，我姐已经安排好了人来接我了，等我空了再去找你。谁啊？谁来接你啊？是不是你心里那个小情郎？哎呦，别乱说，这8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还没一撇？以前离得远，现在离得近，女追男隔层纱。再说了，航空兵4000多人呢，女兵不到100，你去了不得把他们迷死啊？再说了，你大姐加他大哥，你俩要是成了，姐妹变妯娌，多好！
不过婉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喜欢那谁的事竟然瞒我这么久，还有没有把我当好姐妹？哎呀，我错了，玛丽，你别生气啊。但是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毕竟我知道他有个娃娃亲嘛，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糟粕那一套。不过你放心，我觉得他俩成不了。为什么那么说？还能为什么？他那个未婚妻是个资本家小姐，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就是那么好命。哎呦，婉婉，你知道吗？霍廷洲那个未婚妻家住的是3层小洋楼，生日都是在和平饭店过的，那可是沪市最高档的饭店。还有啊，我那个婆婆这还没过门呢，就包了那么大一个大红包，真是偏心偏到胳肢窝去了。人美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气人？哼，这种事谁听了心里能不酸？但好在没多久她运动起来了，这个怨气总算出了不少。现在可是敏感时期，霍家又不傻，要是真结了这门亲事，以后哪还有什么前途啊？但是他们都订婚那么多年了，霍庭渊都多大了？要是真想结婚，早结了，哪会拖到现在啊？谁也不知道这门亲事是江四想拖黄的，可惜啊，我上辈子知道的太晚。弟妹，你就借我点钱吧，给孩子买点吃的。你都嫁出去了，回来干嘛？我可没义务养你跟你那几个孩子。出去！走，弟妹，离开！弟妹，你就借我点钱吧，弟妹。上辈子虽对他一见钟情，可身有婚约，他又远在琼州岛，并未坚持。后来家道败露，丈夫全家被调查，只能带着孩子回娘家，可被弟媳排挤，无家可归。你还记得霍廷洲吗？他现在可是空军司令员，哎，一辈子都没结婚。如果当初和他第一次相见勇敢一些，现在的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了？离开江家后，带着孩子赶家，却惨遭家暴，10多年生不如死。虽然破坏别人的婚姻是件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我上辈子已经吃了太多苦，这一世我就算死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再说了，这门亲事是江四自己不要的，等他一死，我有的是手段拿下霍廷洲。再说刚才那个女孩，可能只是长得有些相似吧。江四这个时间点应该早就到了黑省。再说江家大小姐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寒酸？她更可能吃不了那么多苦。婉婉，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快点啦，我们时间快赶不上了。团长，人呢？难道去修银岗码头了？也不对啊，嫂子下午才到，现在才早上8点，这团长外面也太心急了。干嘛呢？团长，吃早饭了吗？吃过了。准备一下，跟我出去买点东西。好。售货员，给我准备牙膏、牙刷，然后洗脸盆、毛巾、洗头膏，还有香皂。哎，对了，你们这儿是不是有干果？都给我称点干果。哦，好，我知道了。团长这模样也太贤惠了，跟平时训练严厉到不近人情的样子一比，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哎，团长，咱们这买的都是生活用品，大件儿您不看看吗？我正准备去呢。哎，团长，东西等会儿我来拿。啊，好。团长，等等我。玛丽，我好累呀，累死我了。我手臂也好酸。婉婉，你快看，他来接你了。他竟然冲我笑了。霍大哥，见到你真高兴。累了吧？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累了吧？码头上人多，先回去再说。怎么可能？他现在不应该在黑省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
太重伤了，还是单纯想开了，不愿吃苦。现在放手未必不能挣你个好前程。可为了这一次重逢，我准备了2年，放弃城里的工作，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好男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这么放手，我不甘心。走。霍大哥，我是苏婉婉，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大姐不放心，才让你来接我的。你先回去吧。走。曼丽，我先走了，等我安顿好了再联系你啊。回头见，霍大哥。霍团长，这是3楼钥匙，这是4楼钥匙，请收好。谢谢。没事儿。霍大哥，你不用给我单独开间房，我和这位姐姐挤一挤就行。总觉得这姑娘不太对劲，看我的眼神处处透着古怪，不行，要拒绝。他跟你不熟，更不习惯和陌生人住一个房间。这是你的钥匙，记得把房费结一下。大嫂只让我接人，没说负责吃住。不是，这上下2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没风度的男人。而且除了大小姐，我没有给其他女人花钱的习惯。哎，刚才那姑娘好像对你有意思。不对，她应该是已经对你动心了。难怪刚才在码头上看到我的时候，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动心？不，她动的是歪脑筋。明天就找人把她送走。房间在那儿，走。饿不饿？没胃口吃饭。我去给你弄点吃的。等等，我们先谈谈吧。好。我家的情况，三叔公应该都跟你说过了。江家在下一批清算的名单里面，虽然说我和我爸已经写了断亲书，但江家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他们很有可能拿我的身份属实。如果咱们结婚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今生无望，你的父母也会受到影响。能接受再结婚，不能接受就退婚，咱们好聚好散。除了担心我晋升的问题，还有其他顾虑吗？顾虑倒是没有了，但我有一点要求，先跟你讲一下。你说。我这个人吧，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做不了贤妻良母。以后上不上班呢，我还不确定，但是我希望可以由我自己来决定，不想受到任何压力的干扰。啊，还有就是生活理念的问题，在外面呢，我可以低调，但是关上门来呢，生活水平只能高不能低。也差不多就这些了，你晚上回去啊，好好想想，能接受的话，咱们再结婚。如果只是担心我晋升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在意。你刚才那些要求，我都同意。结婚不会改变你的生活。爸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他们在京市生活这么多年，自保能力还是有的。而且军政本身不是一个系统，你和我结婚以后就是军人家属，他们想动军人，恐怕还是有点难度。就算没有以上的事情，我短期内也不会有晋升的机会了。为什么？我年龄不达标，我现在属于正团级干部，再往上晋升的话就是副师级。副师级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就算我攒够了军功，5年内也不会晋升了。原来是这样。思思，结婚报告一旦提交上去，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军婚保护的对象从来不是女同事，不过我嘛，向来随性，哪怕最后结果不尽人意也正常，反正结果都那样，我愿赌服输。我想好了。那我尽快提交结婚报告，等回去以后，我带你去军区家属院挑一套房子。
你挑到自己喜欢的就行。你自己看着办吧。但最好呢是一套小平房，前面再带个院子。必须要平房带院子吗？怎么了？平房很难申请吗？也不是难申请，是家属院没有平房。营级以下干部是2层小楼，共用水房和厕所；团级以上干部是独立楼房，有1个小阁楼，没有院子，但是可以加盖。房子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早点休息。大件物品和家具我今天去看过，明天再带你去看一下。如果满意的话，就这么定下来啊。苏同志，你的房间不是在3楼吗？来4楼干什么？还站在团长门口？苏同志，你能不能把你衣服的扣子扣好？我告诉你，我们团长可订婚了，你一个姑娘家，这光天化日的，衣衫不整来见他，像什么样子？扣子崩坏了，我没注意。谢谢何同志提醒我。这位同志，穿成这个样子来找我未婚夫，有事吗？穿成这个样子来找我未婚夫，有什么事儿啊？其实我是想来告诉霍大哥，明天一早我就坐早班车去部队医院报到。既然霍大哥不在，那就麻烦江同志帮我转告一下。团长，这苏同志明显没安好心啊！这扣子明明是自己解的，他这是想对您用美人计啊！行了，这时间不早了，你也赶紧休息吧。明天你先去一趟部队，把我的结婚报告和家属人员申请提交一下。结婚报告，团长，您这是要成了，保证完成任务。对了，团长，那车怎么办？咱们回军区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要是被人抓下把柄，可就麻烦了。没事儿，你嫂子会开车。哎呀，放心吧，我的技术。嫂子真牛，会开车的女同志本来就少，嫂子还这么漂亮，团长真是好福气啊！那我先走了。那个苏婉婉，我跟她不熟，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琼州岛。我向你保证，在部队这段时间，我没有招惹过任何女同事。是，我相信你，你是不会主动招人，但是你的这张脸啊，很难不让人惦记。霍团长，这还是昨天那个姑娘吗？简直跟变了个人一样。有那么夸张吗？又不是没见过本小姐以前的样子。哎，发什么呆呢？怎么了？这就走。他们牵手了。对呀，他们好般配呀，郎才女貌，以后的孩子呀，一定特别漂亮。团长，在这等我会儿，我进去打个报告。何冰，这谁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跟电影明星似的。当然是咱们团长媳妇儿了，长得好看不说，本事还特别多呢。是吗？哦，
他竟然还会开车。上线多快，会开车算什么？他画的画还特别好看。哦，对了，还会下棋，什么棋都会下。等那件事情爆出来，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哼！哎，你家具票够吗？不够咱们少买2样。够，大件随便。哪来那么多票？我换了一些，又借了一些，还有之前攒了一些。咱们的房子是2层楼，楼下2个房间，楼上阁楼1个小房间，对吧？对，随便挑。那我们要2张单人床，1张双人床，每个床呢再配2个床头柜。好，都听你的。3人位的沙发要1个，单人位的沙发要2个，再要1个普通茶几。同志，你们确定这些都要？同志，你们确定这些都要？确定。别人结婚最多买72条腿的家具，你们这得超过2套了吧？哎，确定，你就算吧。行，给您算上。哎，您这有自行车吗？啊，有，在仓库放着呢。再要辆自行车。行。要不咱们再买点床单被褥。三叔公都给我寄过来了，这2天就能到。要是不要这些的话，再给你做几件新衣服吧。结婚一定要穿新的。买，这肯定要买。不过咱们这么大张旗，结婚的事儿都给家里说了吗？这个还没有。你没有点头，我也不敢。那等会儿路过邮局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好。算好了没？算好了，一共是18888元。拿走吧。哎，哪位呀？奶奶，是我，小周。哎呀，小周啊，好久没打电话了，你今年过年回来吗？奶奶，小周呢？你把电话给他。奶奶，臭小子，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早和4姑娘订婚，哪会招惹别的姑娘？这些年你在部队都白学了是吧？奶奶，听我解释。我不听。除了4丫头，其他的孙媳妇儿我一概不认。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不会帮你隐瞒，我也不会帮你求情。到时候那把你的腿打折，那可是你自找的。奶奶，是我是四四。哎呦，4丫头啊，你回虬州岛了？我昨天刚到。奶奶，我们给您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我和周周啊，我们打算结婚了。什么？哎呦，4丫头，你们打算结婚了？哎呦，那太好了！老3要打算结婚了。哎呀，老3终于要结婚了，我还以为他一辈子都不结婚了呢。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大好消息啊！妈，他们有没有说在京师办还是在沪师办呀？要是在沪师办的话，咱们得赶紧过去安排安排。啊，老霍，你国庆节过完了，这2天不忙吧？你抽空请2天假，咱们去沪市拜访一下亲家。应该的，这2天我就安排行程。2个孩子说了，婚事从简，酒席不用办了。他们还特意说不用我们来回奔波去琼州岛，年底休假时就回京市过年。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坐一起，热闹热闹。是啊，你看现在那几帮人斗的和无鸡眼一样，在这个节骨眼上，确实不适合给老3大操大办婚礼。也行，既然他们都商量好了，那咱们就不办。但是酒席的钱我得折现给他们，我可不能亏待我的宝贝儿媳妇儿。彩礼啊，就跟老4家的一样，3转1响，72条家具，再加上888块钱的现金。除此之外啊，我再给老3两口子2000块钱的安家费。妈，
咱家可向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我们几个结婚的时候都没安家费，怎么到老三这就例外了？再说了，老三媳妇家条件那么好，他家条件好就应该吃亏是吗？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觉得我给老三两口子2000块钱的安家费，你们是不是吃大亏了呀？妈，我们没这么想。这些年你们住家里的，吃家里的，我们老一代的福利津贴都用在你们身上了。他老三有什么？他老三才是吃大亏了呢。别说是2000，就是3000，那也是我们老两口的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妈，话可不能这么说呀。闭嘴！怎么娶了这么个蠢货？没看见爷爷奶奶爸爸脸色都变了，还在那没完没了，真是半点眼力劲都没有。娶妻娶贤，就他这样，以后爸妈怎么放心把花家交给我？老大，让他说完。哼，你是不是想说，我们每个月还有生活费呢？就你们那点仨瓜俩枣，哼，能吃上细粮荤菜吗？孩子天天能吃上鸡蛋喝牛奶吗？要不是我们几个老的撑着，你们早喝西北风去了。哼，行啊，你不是觉得我偏心吗？好，等老三回来呀，咱们就把家给分了。妈，没这么想啊。行了，我已经决定了。树大分叉，儿大分家，就这么定了。老大结婚的时候，江家给了100，还有羊毛毯子；老二结婚的时候也是100，还有龙凤喜被；老四结婚没来，给了150。这些钱我一分没动。现在老三结婚了，你们自己掂量着办。老三两口子马上也回来了，给你1天时间，把3个孩子的东西收拾出来。老住在老三的房子里，像什么样子？妈，我房间才多大点地儿啊！景轩他们3个年纪大了，挤一个屋多不方便。老三房子空着，住怎么了？再说，这不是老三自己同意的。他怎么同意的？你心里没数吗？要不是你撺掇孩子求他，他能同意吗？不想住就去家属院，我该做的都做了，你们也该尽点义务了。老大家的也都化了，今天就到此为止，都散了吧。走。走。哎呀，这孩子们各有心思，你也别气坏身子啊。这老三啊，能结婚，咱大家都得高兴高兴啊！妈，你说的对。这是我和你爸的一点心意啊，给孩子们邮过去啊！哎呀，妈，我有钱。哎呀，收着，这不是给你的，快拿着啊！快收着吧啊！收着吧。谢谢妈，谢谢爸。不客气。你哪来那么多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这里面一部分是我的工资，1个月141块。我在军队吃喝不花钱，还有些是去其他航校授课的福利津贴，剩下的是这些年执行任务上面的奖励。奖励？有些任务是绝密的，例如击落敌方敌机，能奖励不少钱的。难怪这7年里面你只回去探过2次气，原来都是这么攒的。你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2个身上的钱加起来能花几辈子的。好，都听你的。早点睡吧，明天我们去拍几张照片，让霍奶奶和三叔公安安心。好，早点休息。好的，早点休息。哎，
同志，放松一点，不要紧张。记住，旁边的是你的爱人，又不是敌人。注意面部表情，笑一笑。你要实在笑不出来，不笑也行。好，就是这个笑。姐，起来了，吃饭吧。天天吃完睡，睡完吃的。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属呀？明天吧，我已经联系好军区的运输部队，明天就可以和他们去取货，大概10点钟就可以出发。咱买了那么多家具，家属院能放得下吗？刚才和平打电话过来，说家属院的楼已经审批下来了，明天带人过去打扫一下，家具到了直接搬进去就行。那么快就审批好了？也没有那么快，我下午给部队打了2个电话，让市政府的曹主任催了一下。你小子订婚这么多年都不着急，现在到急上了？急。外面的情况你清楚，虽然那帮人不敢动部队的家属，但是你一旦结了婚，以后多少会受点影响。你自己想好了？我明白，既然做出了决定，不管有什么后果，我都会承担，哪怕我脱掉身上这层皮，这婚我也会结。你小子都威胁到我头上来，你自己的事儿你想好就行，可不要以后2口子因为这个闹架呀。我告诉你，军婚不是儿戏，不是你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我明白，结婚是一辈子的事，这婚我一定不会离的。你们呢，抓紧去军区医院做个体检，结婚报告的事儿我抓紧批，最迟下周给你消息。谢谢你，曹主任。结婚报告下周就能下来，家属院的申请我也批了。麻烦你了，李处长。早点搬去家属院也好，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无聊了，做事有章程，够果决，还不撒谎，挺好的。这空间里的动物长得也太快了，得赶紧种点普通蔬菜。我刚才确认了一下，已经开始往里头搬家具了。我让和平跟着，你要觉得哪里摆放不合适，让他们调就行。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吃着尝尝。好。那么大的包子，他这么快就吃完了，看来我做的包子他很喜欢吃。慢点儿，别噎着了。以前他的东西从来不让别人碰，更不可能与别人共用。虽然不明白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一定是受了委屈。沈修武，这笔账我会找你慢慢算清。好吃吗？好吃。你多吃点。好。团长，
怎么回事？团长，不好了，咱们家属院门口围满人了。今天早上，公安部寄了汇款单和包裹到团里，收件人写的是江同志。这消息一传开，大伙都以为团长夫人抓了迪特，立了大功，现在都等着看热闹呢。你来的路上和国安部的人打过交道？我想起来了，在火车上的时候，有个人撞到了我，我记住他的长相，然后给国安部的人指认了一下。我没有参与抓捕的，但是程警给我安排了软卧和好吃的饭菜。没想到国安部还真给我论功行赏。但现在怎么办？我不想下车就被人围观。没事，你先跟着和平从家属院后门进去。走吧，嫂子。是不是霍团长家属？好像是啊。哎呦，怎么只有一个人呢？哎呦，快走，快走！哎，同志们，来，过来一下，来。我爱人脸皮薄啊，这是我们结婚的喜糖。平时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少，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来，来，谢谢大家。霍团长客气了。霍团长客气了。嫂子，家具都放好了，屋里也已经打扫干净了。你看看，如果哪里不满意，再喊我们给你挪。辛苦你们了。嫂子客气了，这都是我该做的。那我先走了。可好太多了。思思，给你介绍一下，雷副团长徐嫂子，肖团长和胡嫂子。大家好，我叫江四，初次见面，大家以后多多关照。长得可真漂亮，有时间去我家坐坐。这个呀，是给2个嫂子的喜花膏，嫂子们可千万别推辞。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我说，我让人给你留着。咱们几家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啊！放心吧，我如果真有什么需求，肯定不客气。四妹子，这是石花冻，清凉又败火，快尝尝。嫂子，真好吃。喜欢吃就多吃点，琼州岛啊，遍地都是。妈，我俩从海边抓了2条超大的鱼。臭小子，又偷偷去玩水是吧？我今天非打断你们腿不可。妈，我俩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妈，能不能不打屁股？我哥哥都上2年级了，要是被班里的小红、小蓝、小花、小梅看见了，都要被他们笑话死。现在知道丢人了，早干嘛去了？我打死你！嫂子，小孩子嘛。江四，
不怪你胡嫂生气。上周家属院的一群孩子偷偷跑去海边玩，海浪一下子卷走了5个。有位嫂子，3个孩子都在里面。自那以后啊，那位嫂子整天精神恍惚的，前2天在家里偷偷上吊，幸亏发现的早。站好了！今天不站够1个小时，都不许动。晚上再写2000字的检讨。不会写就用拼音，写不完谁都不要出去玩。这俩破孩子，让你们见笑了。胡嫂，我看这天儿也不晒了，我们带江四啊去家属院逛逛呗。哎，四妹子，你们家的东西都置办完了吗？还没呢。听周说我们去供销社买，等他忙完了，我和他一起去。等他得等到啥时候啊？走，嫂子现在带你去。那就辛苦嫂子们了。这就是霍叔叔的媳妇吗？真好看，一看就是不会打小孩的那种。婶子好。哎呦，真乖。拿着吧。婶子给的就拿着，但是一天只许吃1颗。谢谢婶子。罚完站，记得把这2条鱼给你霍叔送去。天气热，别弄坏了。知道了。走，走。就这些了，您看看对吗？再给我拿几瓶荔枝罐头。这个小汽水也给我送过去几瓶。行，瓶子喝完记得退回来，1个5分钱。铁壳暖水壶，这笔账好像没给算进去。还有，我也没有买搪瓷脸盆，售货员怎么给拿了2个？而且还没算钱。这些东西都送到霍团长家里去，就在我家隔壁。好嘞。你们结婚都不办酒席，我和明娟都不知道买什么，这些东西就当做贺礼，你可千万别嫌少。嫂子，我怎么会嫌少呢？那就好，走，我带你去家属院逛逛。走。进去医院、托儿所、学校、医院、澡堂、理发室，啥都有。每天补给车去县城，2天1趟班车去省城，挺方便的。嫂子，嫂子，听说你跟霍大哥要结婚了，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祝你们百年好合。呸，刚才说的都不算。嫂子，这是我特意从京市买的的确良，你拿回去做裙子吧。你身材那么好，穿上一定好看。大姐那边看不到姜丝，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消息？只能从姜丝身上下手，最好是能和她处成闺蜜，到时候再想办法搬到他们家。不用了，我们结婚呢，不打算摆酒席，也不会收礼。就算要收礼的话，也是你姐和大姐夫还。嫂嫂，我们走。嫂子，你就收下吧。不收礼那怎么行？我还指望这次和你打好关系。嫂子，你就收下吧。放手。嫂子，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那天的事真的是个意外。到底是不是意外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会收你的礼，也不知道苏同志非要强迫我收你的礼，到底是何居心呢？我也想知道。苏同志，身为军职人员，入职的时候没有仔细阅读惩反条例吗？根据惩反条例第2项规定，行贿或者腐蚀军人家庭，达到一定金额之后，将一律被定为反革命罪，惩罚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改造或者监禁。霍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这里是部队，请叫我霍团长。还有，我没有妹妹。你把今天的事给我详细写一个报告，
我要上交于军事纪律委员会。是没事吧？有点疼。是想敲打苏婉婉吗？你怎么来了？那个收发部说你来了几个包裹，让我们过去清点一下。我跟你一起签。走。啊。刚刚那个就是霍团长的媳妇儿，难怪那么多人议论，确实长得不错。苏婉婉这也奇怪，人家都说了不收礼，她还非要强塞。可不是吗？这位好，热你，贴人家冷屁股。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安慰一下他？他在这儿坐挺久了。算了吧，这种事儿咱们也不好说，说不好还以为咱们巴结他呢。我一会儿去澡堂洗澡，你们谁去？我去。我走。哎，婉婉，我们去澡堂洗澡，你去吗？婉婉，我听到了，我不去，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他又怎么了？整天莫名其妙甩脸子。可能人家是京师来的吧，瞧不上咱们。算了，咱们自己去呗。不对啊，杨主任不是叫我们回去休息吗？婉婉又回医院干什么？听着，被子都潮了，拿去给他晒一下。好。哎，你看，这是不是国安部给你寄的包裹？打开看看。好。上次是不是借了萧团长家的券啊？还给他。哎，不用，这荣誉属于你的，你还是留下吧。我的荣誉是这个。时间不早了，累了吧？累了就休息会儿。这包裹不行，明天再拆。然后我去做饭，做好了一会儿过来叫你。拆包裹有什么累的？这叫快乐，懂不懂？像后十618或者双11这种大促的节日，我一天至少要拆50-60个包裹。要我去帮你吗？不用，厨房又小，没入味重，你不适应。几道菜一会儿就好了。再说了，你20多年都没下过厨，没必要因为来到我这儿而做出改变。那你去做饭，我把这儿给收拾一下。好。可恶，强迫症犯，这么多衣服我不得收拾1-2个小时。哎，老肖。哎，尹昭，咋不去陪你媳妇儿？嗨，你家炉子我想用一下。行，我回去就给你拿。要不要我给你？老肖，哎，你儿子找你，好好写，把背挺起来。老肖，你儿子有道题不会，快教教他。你们俩哪道题不会啊？妈，我俩哪道题不会？你们看看你们写的字，鸡爪子跑2下都比这强。重写。哎，老胡，你刚才拦着我干嘛？你刚刚是不是要去小霍家帮忙？兄弟之间帮个忙不是很正常吗？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小夫妻聊个天做个饭，增进感情。你一大老爷们儿去当电灯泡合适吗？光拦着我没用啊，和平那个小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大家坐。嫂嫂们，今天可不许客气。四妹子放心，我们今天绝对不会客气。来，今天呢以水代酒，欢迎弟妹加入家属院，祝你们小日子长长久久。你们放心，我们俩一定会把日子过好。来，干杯！干杯！来吃。嫂嫂们，你们坐着，我来就好。不行，你今天是主角，你可不能动啊。对，不能跟我们客气啊。坐。
走，我们去那边喝茶。累了一天，抱抱脚，真是舒服。来，你总会对我说。对了，今天雷副团长找你什么事儿啊？雷团有干部转正，家属也跟着回去了。宣传股和通信科有空缺岗位，他们想问问你有没有工作的打算，又不好意思直接问，想让我先来问问你。啊，你怎么回的呀？我说你暂时没有工作的考虑。徐嫂子，他们今天怎么没有带孩子过来？他们没有孩子。怎么回事？雷团长的母亲跟徐嫂子闹矛盾，然后把怀孕6个月的徐嫂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本来怀的是一对双胞胎，结果难产大出血，命是保住了，但他们再也不能生育了。难怪徐嫂子看到魏东为民时，眼神总有些伤感。自古婆媳难相处啊。你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这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很喜欢你。我知道。母亲要知道你刚才有这种想法，怕是会扛着火车直接过来。天知道她多想要一个香香软软的闺女，只可惜我们家4个都是男孩。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明天我带你去体检。真是规矩的紧。那以后新婚夜还是不住，那我怎么办？我总不能霸王硬上弓吧？今天医院做检查，你别紧张。你的项目简单一点，我的稍微复杂，估计需要你等我一下。还有，这包里有吃的，然后饿了你先吃，水壶里也有水。行，我知道了。走。身高1.68米，体重98，太瘦了。回头我给你开个证明，拿去服务社买2袋奶粉，记得每天早晚喝。谢谢蒋医生。来，躺那儿吧，我给你做个简单的妇科检查。躺那儿呀。等很久了吧？包里东西吃了没？没等多久。喝点水。好。你怎么了？霍团长，你媳妇儿可太瘦了，回去得给她多补补啊。知道了，蒋医生。行了，快回去吧，记得后天一早来取报告啊。咱们去服务社买点奶粉，我再买点肉，晚上给你做红烧肉。啊！走。空间里囤了那么多东西，就这么放着，实在太可惜了。不行，我得尽快想个办法。快尝尝，看看甜度够不够。怎么样？来，甜度和火候都刚刚好，很好吃。你也吃，别光看着我，你也尝尝。好。不如你有空的时候教教我怎么做饭吧。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吗？他们要说你，你就全推在我头上就行了。哎，没有人说我。我问你啊，你一年要出任务几次？每次去多久？1年4、5次吧，一次半个月。有时候执行特殊任务时间会久一点。那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吃什么呢？你是不是要说让和平给我送饭，
或者是说让我去食堂去吃？和平啊，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天天给我送饭，不怕别人怎么想，也怕是被别人传闲话。食堂的饭菜油水太少了，我偶尔吃还行，但长期这么吃，我可受不了。虽然空间有一键做饭，可他不知道我有空间。学会了做饭，以后空间的东西就可以拿出来，不然费那么大劲囤那么多东西，不用岂不是白瞎了？与其到时候麻烦别人，不如你就教教我怎么做饭。如果做的实在是太难吃，那就算了。好，都听你的。哎，对了，下午银防股的人会来，院子应该下午就能动工。材料按你说的。我想在咱们院子里搭一个茅草屋，这样天气热的时候，晚上还可以纳凉。好，我去问问材料，有的话一起拉过来。那你再问一下，还有没有鹅卵石，可以铺在我们院子门口。如果没有鹅卵石的话，小石子也可以，下雨天的时候还可以防滑呢。好，都听你的。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一想到这个家是他亲手布置出来的，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激动。四妹子，嫂子，你刚刚去哪儿了？我刚去你家找你，没找见你人。可能刚才走错路了。嫂子找我啥事啊？今天7号，宁安镇那边赶大集，你要是有空，我带你去认认路。赶大集？这里最近的就是宁安镇，每个月凡是1、4、7号结尾的日子都赶集，很多军属经常去，只要不高价倒卖粮食都没问题。嫂子，那你陪我过去，不会耽搁你工作吧？哎，不会，本来就是负责采购的，去镇上也刚好看看行情。那我跟你一起去，走。哎，思思，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军区医院的梁大夫，叫老梁就行。梁医生好。军区医院的医生，难道婚检报告出了问题？这段时间霍廷洲喝了不少灵泉水，是灵泉水的效果太好，被怀疑了。别担心，不会有事的。1个月前刚做过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等等，难道是因为半个月前参加了那次核爆实验？老梁，我那婚前体检报告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那若真有严重的问题，也不能耽误他。京市那边有家人，我也有军功傍身，足够护他一世一命。只要他以后过得好，哪怕和别人，想到这儿，心好痛。各项检测数据还是挺好的。就是精子活性有点低。别的也没啥影响，就是以后孩子的缘欠了一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即便是有了孩子，月份大了，也可能会自然流产。比起核辐射感染，这个结局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可以接受没有孩子，但不能剥夺他做母亲的权利。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怎么就这么难呢？这份报告绝对有问题。书里说过，霍廷洲真正是核辐射感染，应该是在下个月的高空取样任务，现在就出了问题，那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除了苏婉婉，貌似没有第二个人选。苏婉婉这么做，就是笃定霍廷洲的身体马上会出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意思。没猜错的话，他和我一样，也有特殊疾病。哦，我们军区的医疗条件比较差，经士和护士呢，医疗条件好一点，你们可以到那里去检查检查。我再找人给你开点中药的方子，治上一个疗程，看看效果怎么样。我若不嫌弃与他正常结婚，可婚后一旦有了孩子就说不清了。他没有生育能力，我却有了孩子，他嘴上不说，心里也肯定有疙瘩。不得不说，苏婉婉这招还真是阴险。谢谢啊，梁老。梁医生，
我想冒昧问您一个问题，他的检测报告是谁给做的？经了几个人的手？是我亲自做的，有什么问题吗？那化验室其他人可以进吗？化验室在3楼，要是在我这儿，没有我的批准，那别人怎么能进去？没人经手也进不去化验室，苏婉婉怎么动的手脚？梁医生，我想请您重新给他做个检测。啊，丫头，你是怀疑结果有什么问题吗？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吧？苏婉婉又没回来。这几天她在医院表现的可积极了，帮各科室干活呢。我昨天还看到她帮人搬东西，上马小楼跑10几趟。现在啊，跟医院那些老员工打成一片，一个劲儿的交接。是，跑有什么用？这帮老护士一个比一个鸡贼，说白了不就是图苏婉婉帮他们干活吗？那你们说，这苏婉婉她到底图啥呀？谁知道呢？谁知道她呀？我图的东西可多了，这2天虽然辛苦了一些，可目的总算是达成了。真想看看2人收到婚检报告时会是怎样的反应。丽华姐，婉婉，我上午本来打算来看你的，但那科实在是太忙了。你有什么要帮忙吗？今天不忙，多亏前几天你帮我整理东西。丽华，梁医生叫你。哎，来了，我先去了。姐，出什么事儿了吗？昨天的数据出了点问题，梁医生要重新检测一下。重新检测？怎么会突然重新检测？这款药剂无色无味，我也只是在烧杯里抹了一小滴，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根本检测不出来。姐，好好的样本怎么会出问题？梁老手滑了，把试管掉地上了。试管掉地上，捡起来不就好了？干嘛重新检测？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梁医生这人认真的很，尤其是这数据，一点问题都不能有。对了，婉婉，我要去准备仪器了，咱们回头再聊啊。姐，我现在正好没事，我帮你吧。哎呀，最近你老帮我。没事儿，咱俩投缘嘛。再说你怀孕不到3个月，以后啊，这爬高上低的活都不用做，钱交给我。谢谢你，婉婉，我先去了。姐，我东西都准备好了。真是谢谢你了，婉婉。姐，那我先去忙了，有事再叫我。我走了。样本明明是同一份，数据却完全不同。一份是我亲手准备器具检测，另一份却是孙丽华送来的。梁老，怎么样了？哎呀，还真让那丫头给猜对了。哎呀，还真让那丫头给猜对了。不过检测结果一切正常，不但正常，而且检测数据高于一般人。你小子真是人防喜事精神爽啊！哈哈哈。思思，你怎么这么笃定我的体检报告被人动了手脚？因为我觉得你不像是不行的人。臭小子，我和你说话呢，你脸怎么红了？没什么。对了，梁老，我媳妇儿的体检报告有没有人动过？放心，我特地去问过了，一切正常。不过你媳妇她的体质比较特殊，需要调理吗？不用，她是易孕身体。你小子算是走运了，就算检测有问题，你们家有孩子的几率比一般人都高啊。你现在没问题啊，以后得多想想避孕的问题了。但10月怀胎最辛苦的人是她。
以现在的水平，女人一旦生孩子，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鬼门关，不能让思思冒这个险。连老，除了你上次给我的那个东西，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降低怀孕概率？有啊，结扎呀。男的结扎也简单，用不着住院。不过一般人不愿意这样做。报告，孙婉婉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我们在她身上发现了多种不明的药剂。行，你下去吧。是。苏婉婉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苏婉婉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很严重，轻了吧，不能服众；重了呢，对你也不合适。毕竟苏婉婉和你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啊。我想，保卫科一时半时的也拿不定主意，也就是关几天，你回去好好想想。不用了，直接上报军区。我不能让这么危险的人放在我媳妇身边。好，我马上联系保卫科。来，对了，苏婉婉这样的事情，军区一般会怎么处理啊？她这种情况，军区一般先开除军籍，然后调查清楚之后，再判个3年5年的劳改。如果还有其他犯罪情况，判个10年也是有可能的。这女人胆子还真是大，现役军人的病历她都敢动手脚，简直是活腻了。她这也算自作自受。对了，你给爸妈打个电话，让家里面做个准备。大嫂这个人可不好惹呢。好，我现在就打。小周啊，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哎，思思呢？你让她跟我说2句。妈，思思没来。那你找我干嘛？妈，有件事要告诉你，苏婉婉也来琼州岛了，而且还对我们的婚检报告做了手脚。你说什么？你大嫂那个妹妹居然在你婚检报告上动手脚？是，妈，我就想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不会手下留情。我估计苏家很快就会准，你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我怕他们会上门闹事。让他闹？哼，苏家养出这么个没脸没皮的女儿，我看他有什么脸上门来闹？哎，我说你大嫂最近怎么老招她妹妹来家里？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啊！还好四丫头聪明，相信老三，要不然被那个狐狸精把婚事给搅黄了。小周，你放心，我跟你爷爷奶奶已经商量过了，等过年回家，咱们就把家给分了。你跟四四啊，安心的过日子。哎，对了，我给他寄了点东西，你到时候记得收啊。好，谢谢妈。说什么谢，都是一家人。爸妈，我来看你们来了。妈，怎么了？我叫你们半天，你们都没应。珊珊，婉婉出事儿了，被军区抓了。婉婉不是说一切都好吗？再说了，小周不也在琼州岛呢吗？他管个屁！婉婉被开除了军籍，还可能被判3年以上的劳改，就是那个霍廷洲干的，好歹是亲家，他怎么这么狠呢？哭也没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婉婉捞出来。珊珊啊，能不能救出你妹妹，就全靠你了呀。爸，你放心，婉婉是我亲妹妹，我不会不管她的。珊珊，你赶紧去求求你公公，他是军区司令，一个电话就行。妈，没用的，我公公最讲原则。那你婆婆呢？总得求一个呀。我婆婆心里只有老三，前几天我不过抱怨了几句，她就要分家，把我们都赶出去。这段时间还买了不少贵重东西，全寄给了老三媳妇儿。我们一家连根鸡毛都没捞到。你那个婆婆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为他们霍家生了3个大孙子，现在肚子里又传来一个。
你可是霍家的功臣，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行了，都别好了。公婆不管，上面不还有2个定海神针吗？珊珊啊，你回去以后见到霍老爷，什么也别说，直接就跪下来哭。他们什么时候松口了，你再站起来啊！老苏，这能行吗？珊珊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身子受不住啊！哼，舍不着孩子套不住狼。霍家最怕兄弟戏强，他们不敢拿孩子冒险。珊珊啊，你也别傻乎乎的光知道哭啊，见事情不对你就装晕，他们不敢怎么样。行，你们等着瞧好吧。真香。哎，大嫂，我做的面条你吃吗？小丁呢？怎么今天你做饭？爷爷奶奶去了戴河疗养，小丁跟着一起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就今天上午的事儿，我也是刚听邻居说的。爸妈呢？他们也不在。对啊，爸去金陵军区视察工作去了，妈他们单位要去赣省革命老区慰问演出。爸妈，你说这几个人早不走晚不走，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全走了。老苏，你可不能不管婉婉呐！别哭了，他们既然不给我们苏家活路，那就只能硬碰硬了。哎，小心点儿，别摔着了。哪来那么多海鲜啊？你中午要教我做饭吗？我都来了那么多天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赶海呀？早上一早食堂去渔村买的，看着新鲜就买了些回来。教你做饭的事儿我没忘。想来想去，还是做海鲜比较方便，简单又不费时。那赶海呢？过几天初一我带你去。你刚来，对潮汐时间不太熟悉，你可千万不许自己去啊！想吃海鲜，食堂每周都会买2到3次海鲜，想吃随便去买。知道了，管家公。这个我买的时候，那个大叔说了很多，但我一觉起来全都忘了。这是制波器，种棉花或者种菜用的。放下吧。海鲜一锅出最简单，水里先放点米，再加真酱，然后再把海鲜往上一铺，盖上盖子，在水上一煮就好。我还以为会很复杂呢。当地人爱用小青桔几枝，加点辣椒碎、粗盐和鱼露，别提有多好吃了。来，快尝尝。好吃吧？自己做的果然好吃。对了，电话你打了吗？妈说让咱们别担心，还给你寄了东西。然后呢？婚检报告已经递上去了，还有4、5天，结婚报告就能下来。总不能领证的事也由我主动开口吧？思思，等结婚报告下来，我们就去领证，好吗？好，来吃饭，我给你包厢。曹主任。臭小子，这婚你确定要结？哪怕背处分也要结的那种？曹主任，不管这个问题问了多少遍，我的答案都一样，这婚我一定会结。现在是8点50分，我给你们2个小时内去民政局领证，11点准时到市政治部来。是。曹主任说话就这样，你不用担心。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最多几年不能升职。我知道，我不担心。走。哎，走，去政治部。来，王姐来。没想到他家成分这么复杂。是啊，还好没深交，要不然啊，耽误了自家男人的前途，那可就亏大。不过话说回来，像她这种资本家大小姐，不是应该下放改造吗？会不会消息有误啊？是真的，早上军区接了好几个举报电话，现在整个4市都传遍了。这事儿大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肯定是真的。哎呀，那肯定是真的了。对，是啊，对。行。我先回家包饺子，行，你们慢慢聊啊。回见啊！来我家吃饺子。好嘞。哎，之前我就听说，如果这个苏同志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个事儿难办了。都是一面之词，还是等江同志来了再说吧。我觉得江同志的觉悟肯定是没问题的。不然国安部怎么会给他汇款？老曹，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前几天国安部给江同志邮寄了一个包裹，还汇了1000元，这没立大功，怎么可能有这待遇？看来这个小江同志应该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回头倒是可以联系一下国安部那边，了解了解情况。要真是立了大功，我们这边一点表示都没有。不是寒了军属们的心吗？报告，首长，霍团长和江同志到了。报告首长，霍团长和江同志到了。让他们进来。是。媳妇儿，领导只是嗓门大了点，放心吧，不用害怕。首长。江同志，一会儿我有几个问题，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好。苏婉婉已经主动交代了，她篡改霍团长的婚检报告，就是想破坏你们的婚约。他那么诚实？他还说他这么做是怕你们的家庭成分影响小霍同志。抱歉，这个理由是我无法接受。他担心我的成分，完全可以上报军区或者找霍家家长。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是我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他刻意篡改现役军人体检报告的理由。没错，他确实错得很离谱。不过他另外还提交了一封举报信。据苏婉婉同志称，你的父亲沈修文涉嫌通敌卖国，2年前就变卖家产，准备偷渡湘江。这件事儿你知情吗？政委，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以江家现在的情况，他们偷渡湘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沈修文前段时间被红委会带走，现在情况不明。我的继母因为唆使娘家的侄子偷窃，被判了15年的劳改，现在已经去了江省农场。他们的3个孩子，一个进了福利院，另外2个现在在云省下乡。你们说，以他们现在的情况，还有可能偷渡湘江吗？他撒谎！他撒谎！江四，你撒谎！上辈子江家也是这样的，提前放出一堆假消息，最后一家人不还是悄无声息的逃走了？还有江家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被偷？假的，都是假的！你们不要信他。不信我，难不成信你个外人？你们可以给我们辖区的公安局局长打电话，我们家的案子就是他们负责的，是真是假，一个电话过去就知道了。另外，如果证实了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苏同志恶意诬陷军属的事情，
是不是也要给我一个交代？你好，我是琼州岛4师政治部曹主任，有个情况要跟您核实一下。江家的事儿我知道了，那小姑娘挺可怜的，亲妈走得早，她爹和后妈还想算计她。情况属实。苏婉婉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就算他们家人坐了牢，东西被偷光，但也改变不了他家资本家的身份。江家那么有钱，他们肯定私藏了很多东西，这可是重罪。这个是断亲书，这个是登报声明。从今往后，无论江家发生什么事情，都和我江四没有半毛钱关系。另外，你不是说我们江家不能只有这点家产吗？看清楚了。46年的时候，豫省饥荒，我们家捐了20万斤大米，10万斤面粉。47年的时候，蒙省雪灾，我们家捐款了15万，还有10万斤大米，以及3000多件御寒的大衣。50年到54年，我们江家联合沪市工商界捐赠了140多架飞机以及700多门大炮。55年鄂省洪涝，我们家捐款了20万。58年鲁省旱灾，我们家也捐款了20万。59年至61年全国饥荒，我们江家陆续捐款了近100万不止。连大领导都说过，我爷爷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的所作所为，养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是当之无愧的红色资本家。而你有什么资格和立场诬陷我，诬陷我们江家？各位领导，我愿意对我刚才说的话负责，也愿意接受组织的调查。但苏婉婉屡次针对我，篡改婚检报告，现在又诬陷我们江家通敌叛国，我希望组织能还我一个公道。江同志，这个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另外，我还有2件事情不明白。你说。第一，苏婉婉长期生活在京师，她怎么知道我们江家要跑路的消息？第二，今天军区接到了很多匿名举报电话，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和苏婉婉有没有关系。江四他疯了吗？他现在的行为和上一世完全不符，他肯定和我一样也重生了，这么逼我，难道他就不怕我说出他重生的事？哼，看来苏婉婉看懂了什么。不过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代，像这种怪力乱神之术，你敢说别人敢信吗？更何况人心中的成见一直都是一座大山，你现在声名狼藉，谁信啊？江同志，这件事情你受委屈了，2日之内，我们军区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多谢师长，给你们添麻烦了。苏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警卫员，把他先押下去，等办完了相应的手续，移交给公安机关。是。等等，霍廷舟，你以为他江四是什么好东西吗？要不是他家里出了事，他根本就不会来秋州的，更不可能嫁给你。你怎么那么傻呀？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就是利用你。像他这种作践别人真心的贱女人，就活该他下乡的时候被人凌辱致死。江四，你这个贱女人，你为什么要来秋州岛？为了我的一切，我跟你拼了！原则上我是不打女人的，但是江四在原则之上。原则上我是不打女人的，但是江四在我原则之上。带走。我不要，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报告领导，我媳妇受惊了，我现在带她回去休息。我保证，明天早上检讨书一定放到桌上。走走走，净给我找麻烦。走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在紧要关头保护好自己的妻子，那他还算什么男人？媳妇儿，你不用担心，苏婉婉最多躺2天，我最多写个检讨，不会受处分的。即便是挨处分，那一巴掌我也会照打。苏婉婉明显是冲着我媳妇那张脸去的，但我真是恶毒。他刚才说了那么多，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能第一时间来找我，这就足够了。我们现在已经领证了，现在就是至亲至爱的夫妻。如果我身上有能被你利用的，我也只会高兴。至于那人说媳妇儿一点不爱自己，虽然我感情上有点迟钝，但我媳妇儿对我好不好，我还能不知道吗？用得着苏婉婉一个外人在那说3道4？原本还想借着机会跟他好好谈谈，但看这家伙这副自我攻略很熟悉的样子，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啊。中午呢，我们都去食堂打饭，带回家吃吧。你吃完了饭就去宿舍搬点东西回来。都领证了，自然是要住在一起的。好，走。嫂嫂们快坐。你们来的正好，这是我和婷粥的喜糖，你们拿几个舔舔嘴。四妹子，你们这是领证了？我们今天早上刚领的证。多亏曹主任，要不是他催促领证，苏婉婉只怕还得少判好几年。毕竟造谣军属就相当于抹黑军人，判刑的力度就是不一样。原本3、5年，现在至少10年起步。四妹子，家属院那些流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他们呀，也就只敢私下嘀咕2句。等过2天，新鲜劲儿一过，就没有人记得。嫂子，你放心，姚师长那边早就已经。家属全体同志请注意，下面播送师党委一则特别通知。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奇了怪了，家属院里的喇叭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开启，今天都这个点儿了，怎么还会有节目啊？根据最新指示精神，正确区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做如下说明：红色资本家作为爱国民族资本阶级代表，这广播怎么好像是为我而来？经查实，本家属院姜四同志的家族自1938年以来就一直积极支持我党的工作。四妹子，你听，这广播里说的好像是你们家吧？我刚刚听广播，好像说捐了20万斤大米，我没听错吧？没错，就是20万斤，还说了什么飞机、大炮，具体多少来着？我也没听清。是140架飞机，700多门大炮。不过这不全是我们家捐的，是很多爱心人士大家合力捐赠的。我的妈呀，那可是飞机大炮啊！姜四同志的家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剥削阶级出身者同样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红色尖兵。四师党委号召大家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并向姜四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小王，明天上市局帮我把这个签一下，到时候别忘了。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犯什么罪了吗？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犯什么罪了吗？苏同志，我们是京市总军区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军人同志，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就是啊，苏干事在市政府勤勤恳恳工作了10几年，就算你们要调查，也不用这么侮辱人吧？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啊？一声不说，上来就扣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军区的人可以在京市横着走呢。老苏，你别担心，待会儿见了你亲家，你一定要好好跟他说道，这些人办事儿真没规矩。这些人也太不懂事了，来之前也不打听苏干事亲家是干什么的，
二话不说，稀里糊涂就上来抓人，回头有他们哭的。就是，同志，你给我点时间，我联系你。苏同志，你女儿恶意诬陷军人和军属，证据确凿，你不引以为戒，还多次匿名举报，散播谣言，破坏军民团结。你现在又想联系谁？你是想攀咬别人，还是想腐蚀革命队伍？同志，我只想联系一下我的家人。电话举报的事情，我是真不知情。我今日一天都在办公室，中午还去食堂吃的饭，同事们全都给我作证了。对啊，我承认我没有把女儿教育好，但举报的事情，这实在是冤枉啊！怎么了？你那宝贝儿媳妇四四被人举报了，很有可能是苏家人干的。什么？敢欺负我宝贝儿媳妇，老娘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你赶紧打电话，都有一切关系去查。是冤枉啊！几点几分？谁在邮局打的电话？和谁说了什么？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查的一清二楚。我这带走。同志，回来了。苏家父母进了大牢，苏婉婉被判15年，大嫂苏珊珊和父母分了家，已经把他们一家赶出去了。别说这些晦气的了，咱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去赶海了？哦，对啊，现在是退潮的时候，能捡到不少海鲜呢。走。让我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是迟钝还是太规矩？这么好的气氛，你竟然无动于衷！来了！叔叔，阿姨，还叫阿姨呢？爸妈，哎，爷爷奶奶，三叔公，过年好！好。这个呀是改口费，我们全家的心意必须收下啊！真不用这个了。哎呀，你就拿着吧。拿着吧。饭都做好了，咱里边坐吧。啊，走，吃饭去。走。来，新年快乐！尝尝这个菜合不合胃口啊？喜欢吃什么？这个可以吗？可以，多吃一点啊。来，尝尝肉。来，这就是小周的房间，我都收拾好了，保证干干净净的。给我生一个大胖孙子啊！不对，我孙子够多了，给我生一个大胖孙女。知道了吗？你们俩享受2人世界吧。这也算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了吧？算是吧。我都没紧张，你一个大男人紧张什么？上次在海边接吻你也是这样，难道事事都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总算不是太笨。接下来该做什么？
好在什么都没说吧，没想到之前的想法成真了，真得我来把王印上弓。我教你。